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我家公寓顶楼的遮雨棚下，今天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，谈的主题是中华民国在台湾1952年，民国41年的历史。这一年的台湾在外部环境方面，东亚的韩战正如火如荼。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出兵介入韩战，与美国为敌，所以美国转而积极协防及经济援助台湾。这一年，美国援助台湾的金额超过1亿美元。这样的国际形势转变，使得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立国基础趋于稳固。中华民国在美国支持之下，仍然代表中国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。1952年对中华民国的重要大事是4月28日旧金山合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。中华民国在这一天也与日本单独签订台北合约，结束战争，双方恢复邦交。关于台北合约涉及的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，我在上一集讨论旧金山合约时已经一并讨论过了，所以这一集就不再做赘述。1952年这一年，台湾仍处于白色恐怖的高峰期。著名的白色恐怖案件，一是4月22日因为涉及匪谍案而遭到枪决的李友邦将军，另外一个就是当年年底12月29日爆发的鹿窟事件。我在中年之后开始在台湾持续的旅行，曾经造访泸州李仔李友邦将军的故居。泸州李仔现在是国定古迹，设有李友邦将军纪念馆。而我在汐止实地旅行，曾经造访过鹿窟事件纪念碑，还有鹿窟事件时拘禁审犯犯人的光明禅寺，当年称为鹿窟蔡庙。我也造访过鹿窟保甲路，曾经路过当年的鹿窟基地。今天这一集就来聊聊这2个事件以及其时代背景。李友邦将军的遭遇，反映了剧烈的时代变迁，造成知识分子的悲剧。李友邦的少年时代，恭逢1920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社会运动，他当时参与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，愤怒于日本同学歧视台湾学生，于是后来他与林木顺等人发动学潮，并攻击警察局，导致被学校开除，而遭到警方的通缉。1924年，李友邦、林木顺、谢雪红搭船潜逃到中国。林木顺、谢雪红留在上海，李友邦则前往广州，进入黄埔军校。他是黄埔军校第2期生。军校毕业后，李友邦在1927年创立台湾革命独立党，而1928年，林木顺、谢雪红等人创立台湾共产党，都以台湾独立为号召。而这样的主张，当时也获得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支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台湾人追求台湾独立，想要脱离日本统治，基于历史情感，当然所有中国人都会支持台湾人追求台湾独立。我谈这段历史是想要提醒大家，中国国民党、中国共产党都曾经支持过台湾独立，所以西方历史界有一句名言：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意思是说，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会站在当代的利益，而重新去诠释过去的历史，并透过教育来改变人民对历史的认知。所以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自觉及反省能力。我们的历史见解是从何处而来？是谁灌输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？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历史，是否是它原本的面貌呢？当时林木顺、谢雪红领导的台湾共产党，在台湾岛内与日本政府抗争，最后遭到肃清而消灭。林木顺潜逃中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下落不明。曾经有传说，林木顺后来改名为林彪，后来成为中共的第2号人物。不过当然这只是八卦消息而已，并非历史事实。而谢雪红则被日本政府逮捕入狱，判刑13年。
228事件之后，谢雪红逃往中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而文革期间，谢雪红遭到严厉的批斗，病逝于文革期间。直到文革结束之后，才获得平反。而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运动，并没有在台湾岛内发展组织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，李友邦在浙江组织台湾义勇队，参加抗日战争，后来被编入国民政府第3战区，接受指挥。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，李友邦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分团主任。不过，1947年台湾发生228事件，当时李友邦不满陈仪的做法，而被陈仪以通匪及幕后鼓动暴动的罪名押解至南京，囚禁3个月。后来被释放之后，李友邦回到台湾，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。然而，李友邦的夫人严秀峰，1949年被共谍案牵连，被指控参加匪党、提供情报，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而当时李友邦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，却无力营救自己的妻子。到了1951年，蒋介石总统更直接下令逮捕李友邦，以包庇窝藏中共间谍、早已加入中共组织等罪名，将李友邦判处死刑。1952年4月22日，李友邦将军被押解至马场町刑场枪决。后来，李友邦将军获得平反，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。2005年，中国国民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，在中央党部的外墙悬挂了李友邦将军的大幅照片。2006年，当时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亲临泸州里仔，代表国民党为白色恐怖时期的作为，当面向严秀峰女士道歉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谈谈1952年这一年年底爆发的鹿窟事件。共产党人大约在1949年的下半年，就已经在石碇山区的鹿窟建立最早的游击基地。为什么当时在台北附近的石碇山区务农的农民会参加共产党的组织，而成为一个游击基地呢？以整个大环境的时代背景而言，当然是因为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利，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，当时的局势风雨飘摇，所以农民才轻易被共产党人说服，在不久的未来，中国共产党就会攻下台湾。而对农民来说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，当时来到鹿窟建立基地的共产党人，并不是所谓的地痞流氓、无赖之徒，而都是知识分子。例如，创立鹿窟基地的陈本江，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，又就读明治大学研究所毕业，所以他能够说服村长，然后再透过村长影响村民。而有台湾第一才子之称的吕赫若，在228事件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这个时候也来到了鹿窟基地。因为1949年，政府破获中共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的共谍组织，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遭到逮捕，吕赫若因此逃亡，而来到鹿窟基地。而钟浩东在1950年10月14日的清晨被押解至马场町刑场枪决。他离开监牢时，狱友们合唱他喜欢的日语歌谣《晃马车之歌》。这个场景后来成为侯孝贤著名的电影《悲情城市》里面的情节之一。而吕赫若也在同一年，1950年的9月，在鹿窟山区遭到毒蛇咬伤而过世，被匆匆掩埋于当地。20年前，2005年，我曾经在石碇5坑寻找吕赫若的坟墓，可惜当时没有找到。而后来从网络资料得知，吕赫若的坟墓可能是在现在石碇永定国小对面的山坡竹林里，但详细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。1952年，政府破获其他匪谍案时，得知鹿窟基地，于是，在当年12月28日深夜，动员数千名军警包围鹿窟山区，进行大逮捕。当时将涉案的村民
监禁在鹿窟蔡庙进行审问，前后近4个月，牵连者200多人，经判决死刑者35人，有期徒刑者约100人。鹿窟事件也是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大的政治事件。当时被鹿窟事件牵连的许多农民，其实想法单纯，他们是尊敬知识分子的见解，再加上村长的说服，他们认为只要盖个印章或按压手印，加入共产党组织，那么将来共产党来到台湾，就能够分配到土地，所以就参加了鹿窟基地的组织。没想到整个人生就因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了。从鹿窟事件，我们也可以得知，当时农民非常关心的土地问题，是攸关统治成败的核心问题。国共内战时，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土地改革为诉求，而获得农民的向心力，最后击败国民党而夺得江山。而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，汲取国共内战失败的教训，从1949年就在台湾启动土地改革。而这一系列土地改革，仅经过4年时间，就在民国42年完成了。这是国民党来到台湾初期一项非常重大而且成功的改革，从而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。下一集的节目，我们就来回顾这个著名的改革——耕者有其田。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一集、下一年，1953年见，拜拜。